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來賓到場，我們先歡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頭條焦點趕快來關注到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的中東戰事已經正式的爆發了。今天會關心伊朗它的動作重擊了美軍的基地，並且聲稱他擊中了林肯號航母。鐵穹現在說以色列的鐵穹也擋不住嗎？川普則是揚言還會再繼續的加大打擊，打到4週為止，更預告會有美軍更多人會喪命，也就是說會全力來打這場戰爭。美以伊戰爭已經全面開戰，趕快來關心中東現在進入到了全面戰爭模式。本來在26號這一天啊，這個阿曼調停人還出來說，談得還行，和談判雖然沒有什麼太多的突破，但是至少美國跟伊朗之間有取得一些的進展。結果沒有想到，才隔不到多久的時間，28日，美國就已經聯手了以色列，啟動了這個川普叫做史詩怒火行動，對伊朗發動了大規模的空襲，在12個小時之內，一共是狂轟了900次的空襲來進行。那美軍出動了他的戰斧巡弋飛彈、F-35逆蹤戰機，還有他的 FA-18超級大黃蜂等等。那麼成績的部分，我們看到最震撼的消息就是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遭到斬首殺除之外，包括了48名來自於伊朗的高層也都全部團滅了。另一方面，川普再繼續說，他說幾分鐘之內，當時發動戰爭的時候，摧毀了9艘的伊朗軍艦跟多處的海軍設施。以色列的部分加入美國，那我們看到以色列他出動了200多架他的戰機，打擊目標超過500個目標，造成伊朗現在最新統計大概是近1000人的戰損。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我們來看到伊朗的革命衛隊也針對了美國的戰損說出了一個最新數據。他說，美國有超過500死傷，傳6名 CIA 的高官也都被炸死，這是來自於伊朗革命衛隊的說法。但是美軍說，目前的戰損是3死5重傷，所以這數據上其實還仍有非常大的落差。針對於來自於美國跟以色列的攻擊，伊朗方面也有立刻做反擊，並且宣告沒有紅線。我們來看到伊朗的3層反擊有哪些？首先，第一層包括了鎖定了美軍中東的命脈，也就是卡達的烏代德空軍基地，還有其他多處的美軍基地。這當中包括了在阿聯、巴林跟科威特等等。第二個就是伊朗說的，美軍的航母林肯號遭到伊朗4枚彈道飛彈給擊中，戰局進入了新的階段，被美方給否認。最後一個是飛彈跟無人機，伊朗方面輪番上陣，壓迫以色列的鐵穹防空系統，以色列的部分城市遭到襲擊，造成了9死20傷。好，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艦長怎麼看了？伊朗真的敢這個無紅線繼續的做攻擊嗎？剛剛說了，攻打美軍基地、打航母，美軍也有非常3死5重傷，這是來自於美軍的說法。但是伊朗的數字是更高的，伊朗真的準備全面跟美國來作對嗎？呂艦長怎麼看？其實這一次不管伊朗的想法是什麼，美國的想法也就是要打出一個結果，不能再像去年一樣。那如果說我們看到最新的 BBC 的新聞啊，也就是今天早上的新聞，就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部分。有關於荷姆茲海峽呢，其實現在已經發生船只遭受到攻擊的一個事件，然後因為這個事件，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個油價它一個飆升。那但是到底是被什麼樣的飛彈打到了？其實目前不知道，因為也沒有提出相關的一個攻擊的內容。但是我們如果從這一張畫面來看的話，其實它的攻擊點非常的高啊，但是也不是高就不是反艦飛彈啊。那我们日後看看共和衛隊它是怎麼樣說明這件事情的。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呢，其實是今天下午1點07分的時候截出來的。那也就是我們看到 AIS 的相關的內容的話，我們就看到荷姆茲海峽在這個位置，其實幾乎等於沒有船只通過。那如果有特定的船只通過，應該就是跟
伊朗以及他的一個國防軍或者是他的共和衛隊已經打過招呼了。我們這邊看到一群的，全部都是油輪啊。那這個油輪呢，為什麼不敢通過？因為其實我們看到荷姆茲海峽在這個位置呢，它其實對於伊朗來講，它其實是有反艦飛彈的，無論從300公里到120公里，通通一應俱全啊。那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狀況呢，那是不是他連航空母艦都敢打？他說他發射了4枚飛彈攻擊這個林肯號，但是呢，林肯號它並沒有相關的一個戰損的報告。但是我們從之前紅海的一個狀況，我們就可以發現啊。這個無論是當時的胡塞組織，或者是現在的共和衛隊，或者是伊朗國防軍，他們通常都會說他們發射了幾枚飛彈，可是實際上有沒有命中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而且我們知道啊，這個有關於航空母艦打擊群的這一個空中的防衛啊，不是只有那個林肯號就是航空母艦自己擔任，其實呢，它會有外圍的有可能大部分都是這個由伯克級的驅逐艦來擔任，因為它具有神盾系統，可以因應來襲的各種的無論是無人機或反艦飛彈，或者是我們現在所認為的這一個高超音速飛彈。雖然高超音速飛彈目前大家是說無法攔截啊，那但是伊朗有沒有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是，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狀況呢，也就是我們講到的伊朗。他不是他有沒有決心要跟美國對幹，是美國決定要跟伊朗對幹。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持續請教委員又怎麼看？因為伊朗說他有打擊到這個林肯號，美軍現在出面否認，那到底有沒有可能？另外就是川普持續喊話，他說他會再打伊朗打4週，而且他還說會有更多的美軍喪生，他是強人反擊，還是一個選戰前的豪賭？那川普說出動了 B2，還有這個沉寂的9艘軍艦的說法，可信度委員又怎麼看？應該這樣看的哈，任何一個戰爭雙方面哈的說辭都要存疑，不管是美國的說法、伊朗的說法、以色列的說法都要存疑。那任何事情要相信它，一定要 double confirm，就是說雙方面都已經確認有這個事情，那個才是等級比較高、可信的事實。那如果只有一方面講，另外一方面不講，那你可以講說，哎，大概有可能性有60%以上是事實。那如果是有一邊講法跟另外一邊講法不一樣，那兩邊就是要把它擱置，等到事情釐清以後，俄烏戰爭我們就有這個經驗啊。澤倫斯基說一大堆，說最後兩邊都說謊，這種幾率很高啊。所以我們一定要叫做 double confirm 啊，要做這個事。那以目前來講說，這個到底川普要更激進的去打啦，啊，或者林肯號有沒有受創啦？林肯號有受創，到底有多大的受創？這個不能因為受創就好像他不能再打了，也不能這樣子來解讀。好，那你說這個美國能不能維護全球的霸權？美國本來就不是全球霸權了，但是美國在波斯灣還是霸權。所以你要是區隔這兩件事情啊。那這個川普能不能撐4個禮拜？在戰前好像你節目還有很多地方我都不斷強調。根本沒有辦法估算他到底手上剩下多少彈藥，或者說他剩下多少戰斧飛彈，這個導彈那個導彈不知道，因為照道理他在俄烏戰爭消耗不少，他在以哈這個戰爭也消耗不少，所以剩下有多少，還是要把對亞洲地區的儲備全部都搬過去啊。如果亞洲地區的儲備全部搬過去，那還真的夠。可是搬過去的話，那如果中國大陸突然之間來那一下的話，那你美軍不是說很淒慘哦？是，所以不曉得他怎麼去考慮這個問題。我認為不至於全部搬過去，但是搬多少不知道。那這個至於 B2 有沒有出動，有人說有，有人說沒有，但是新聞上講的，而不是這個正式官方版本。那所謂集成9艘軍艦，那是美國講的，伊朗這邊也沒有確認，所以我們可以讓這個消息再等一點。但不管如何，我們在評估一個戰爭的時候，我們是用戰損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戰損角度是什麼？比如說打掉哈梅尼是10分，然後這個杜拜的帆船翻掉被打掉，大概就是1分。換句話說，軍用設施跟人員它的價值比軍民兩用還要高。然後軍民兩用比純粹的民間的
還要來得高。那我們這樣的評估起來的話，就像那個拳擊一樣啊，我打到哪裡幾分，打到哪裡幾分啊，這個統計結果誰贏？到第一回合打完了以後，確定是美國、伊朗贏。哦，這不用去否認它哈。那接下來伊朗會有什麼樣的反擊力道？那伊朗會講很多，美國也會講很多。不要去相信，我們一樣要用客觀的數據來 double confirm。那因為整個伊朗的高端階層被端掉了嘛，這符合美國的戰略，因為美國的戰略講廢核，基本上只是他提高他打伊朗的正當性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消除教士政權，把伊朗政權移交到民選政府手上去，或把革命卫队的权力移交到国防軍手上去，他基本上採取這個策略。所以呢，伊朗裡面有根深蒂固的經濟矛盾跟民族矛盾。國防軍、民選政府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教士集团跟這個革命衛隊基本上都是阿塞拜疆人。也就是他們是滿清另外大多是漢人。新軍都是漢人嘛。然後八旗都是滿人，大概這種情形。那美國就想要趁這中間而入，我只要把你教士集团鏟除，革命衛隊弱化，那國防軍就有起來的機會。他基本上是玩這個遊戲。好，所以美國已經達成他所希望達成的目的之一。那其實現在呢，不管是美國或伊朗，可以看到雙方都互不相讓，也都說沒有紅線，會繼續的打下去。這一場戰爭會不會從目前的空戰變成地面戰，甚至演變成一場區域戰爭？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應該不至於，但是並不能排除它有發生軍事戰爭擴大的可能性。這取決於什麼？這取決於不只是你彈藥的這個庫藏是多少，也取決於最重要是政治的發展跟變化，尤其是伊朗現在內部。那美國川普為什麼要打伊朗？他的說法是：第一個，伊朗的核武絕對不能容忍；第二個，伊朗是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恐怖主義者。這連國際媒體都不買這兩個理由，那他在聯合國安理會都這麼講。但是我覺得真正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伊朗的一連串的暴動跟抗議之後呢，其實伊朗已經非常的脆弱，統治階層很脆弱，哈梅尼也86歲，然後呢，以色列跟美國的情報看到了機會，趁你病要你命。那當然，如果把這個神權政府的高層能夠幹掉，一定會有比如說理性務實的接班者，或者是改革派是不是能夠取代？後面的變化很難講。但是呢，他們在過去長久以來對伊朗的滲透，那伊朗已經像個篩子一樣，所以你才會看到這麼精準。就軍事而言，這是個精準的斬首行動。但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川普跟內塔尼亞胡都有內部政治上的需求。你想想看，美國現在最高法院判這個關稅無效，然後呢，淫魔案，川普的介入越來越多。ICE 現在在美國，這個是過街老鼠。年底的選舉，美國的啟動選舉，所以川普需要一場軍事勝利，尤其是過去46年來作為美國最重要的中東地區的挑戰者、威脅。如果能夠把這個最高領袖哈梅尼一舉幹掉、斬首成功，他不是一天到晚就在這邊很驕傲的嗎？你接下來看，你川普一天到晚會講這個事情，他的支持者會以這個為主要的一個外交勝利。內塔尼亞胡也一樣，內塔尼亞胡政權現在幾乎要下台了，現在都不用了。所以他有就是說，可能針對伊朗的情勢的觀察所採取的決定。那現在伊朗，你看到過去超過一整天的這個回應打了8個波斯灣國家美國有基地的這些國家，加上以色列，那尤其是集中在以色列跟波斯灣周圍的這些國家，那造成是有一些戰損，但除了那個雷達系統之外，其他其實還好。伊朗說是打死了200名美軍，但美國人說只有死3名，會不會再持續？因為第一天前面24小時，這是一種情緒上的回應，因為你打死我的最高這個領袖嘛，而且不要忘記，我覺得《紐約時報》很多西方媒體都很刻意虛假的遮蓋這個另外一件事實，它也造成148個中小學生的死亡。然後呢，這個東西看在伊朗裡面
這個第一個24小時，甚至接下來1、2天，我覺得還是會有一個很高的情緒會出來。那甚至會有一些孤狼式的那種恐怖攻擊會出来。看到在德州已經出現了。你看到巴基斯坦跟伊拉克，他們要去攻占美國在那邊的領事館跟這個大使館。可是它會不會再提升，就取決於我覺得就是看伊朗內部的這個就是政治的變化，它會走向一個集體領導，還是說多久新的最高這個元首會不會選出來，還是說內部會走向一個動盪，神權政府的瓦解，目前都不是很清楚。感覺上，革命衛隊跟國防軍大概不會去直接去取代新的這個政權，所以在態度上、言辭上強硬依舊，可是呢，在實際上後續的攻擊上，這個強度會不會增強？我覺得還有待觀察。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强权崛起、小國生存。